村里包办婚姻，给我介绍的竟是个男老婆。男老婆难道不是老婆吗？况且她长成这样，二牛你也不吃亏呀。真是虎落平阳被犬欺！炮灰，快把他的狗爪从主角兽身上拿下来！可怜的主角兽，要不是刚回来的甄少爷陷害害了，也不至于流落到这种破地。放心吧，用不了多久，主角公就会来救老婆了。嘻嘻，到时候主角公兽在这炮灰灰的小破屋干柴烈火。望着面前凭空出现的弹幕，我看了又看，我不识字，只认得老婆这两个字。老婆好白，在太阳底下白得发光，身上还有一股很好闻的香气。在做什么？给你挡太阳。真有心机，差点就亲上了阿卫。这段剧情能不能跳过？主角公，快来救救主角兽吧！走吧，我赶紧从尴尬中调整状态，重新牵起老婆的手，不能让老婆再晒着了。我加快了脚步，朝着自己的屋子走去。对了，你这小名谁给你起的呀？嗨，我妈说我生下来8斤8两，壮得像小牛犊子，就叫二牛了。大名是江鹤池，鹤字不好写，平日我都写小名。玉文兰，家里其他人都喊我阿兰，你叫这个名字就好。老婆人长得好看不说，名字也好听。怕老婆热，我把电风扇给老婆端了过来，又切了西瓜，去村头小卖部买了冰棍，跑来跑去，身上多少有些黏腻。我现在是有老婆的人了，更要爱干净了。阿兰，我去冲个澡。冲澡是在什么？别的不说，这炮灰的身材还挺好的，这胸肌至少得115了吧？脸也不差好吧，就是黑了点。糙汉文学也好吃，要不玉文兰把他也收了吧？前面的是不是有病？玉文兰只会喜欢主角公，绝不会见一个爱一个。疼吗？磕到哪儿了？没什么，你先洗吧。叫你长成这样，老婆不喜欢。胸肌放松状态下也能很紧实吗？你要健身啊？我就知道兰哥有后手，怎么可能会被那个没见过世面的东西赶出来？兰哥，那家伙真以为自己当上金凤凰了，这些日子得意的很，要不要兄弟帮你教训教训他？不用。阿兰，你晚上有什么想吃的吗？刚才表现不好，这顿饭一定要让老婆吃好，不然老婆会不要我的。厨房里热，别穿外衫了，也别关门。老婆躺在院内的摇椅上，手摇一把扇子，悠闲地看着我。本来想说有油烟，怕熏着老婆，但老婆想看我，哪有遮遮掩掩的道理？再说了，这也是老婆对我的一番关心嘛。你手艺还不错。我给老婆拿了新的脸盆、肥皂和毛巾，送她去洗澡。当初我们家洗澡的地方安在了门外，只用帘子隔着，我怕村里那群没老婆的会做什么坏事。呸！这炮灰不就是想看玉文兰洗澡吗？别吵了，别吵了，主角公在来的路上了，再不来，老婆快成别人的了。你要进来一起洗吗？什么？好啦，不逗你了。阿郎！我顾不上那么多，3两步上前掀起了帘子，半点依恋的心思也无，抱着老婆回了屋，将她小心翼翼地放在了床上。骨头没事，我去叫车，带你去镇上的医院。这么晚了，车不好叫吧？刚刚一阵疼过去，现在好多了，更何况你不是说没伤到骨头？好了，我有点困了，想休息。可是，你给我上点药油，明天要还是疼我就和你去医院。等我上完药油，阿兰呼吸平稳，像是已经睡着了。上药油的时候太过于专心，此时再仔细一看，我大脑一片空白，赶忙拉过一旁的薄毯子给她盖上。刚盖上，睡着的阿兰就嫌热，又一把掀开了，啪嗒，有什么温热的液体流了下来。我手忙脚乱地擦了，
竟然是鼻血，顿时我整张脸都涨得通红，咻的一下转过身背过去，再也不敢看他，只听到身后传来一声若有若无的轻笑。到了镇上医院，我借了辆轮椅，寸步不离地跟在阿兰身后。兰哥，你这是伤哪儿了？别急，兰哥，宋少已经出发了，他马上来接你回去。我们都站你这边，就算那只山鸡插上凤凰毛也是只山鸡，你一回来哪儿还有他的位置？小伤把某人急坏了，非要我坐轮椅。你的手机呢？加个好友吧。你平时不玩手机吗？我不太识字儿，一直到看完病配完药，他都没说几句话。我拿着病历仔仔细细地看了好几遍。从小到大都拿第一的主角兽，可没见过真文盲。文盲哥别看了，病历上的字认识几个啊？宋少赶紧来把自己老婆接走吧，急急急！我教你识字吧。以前不学，是觉得用不太上，有什么事一通电话就解决了，我也不会去太远的地方。但现在，如果我不识字，就没办法和别人那样和老婆聊天。文盲怎么配得上阿兰呢？阿兰教我识字，使用智能手机，我逐渐能看懂一些弹幕了。弹幕说我是炮灰，阿兰是主角兽，而主角公正在赶来的路上。主角公，那又是什么东西？这是谁？二牛他老婆，前段时间村长给介绍的。阿兰正站在田埂上，戴着我刚给他买的遮阳草帽，歪头看着我笑。我还是第一次下厨，你尝尝。好吃。因为要下地，我就穿了一件旧背心，前年的衣服了，多少有点小。阿兰就坐在我身旁，一手托着腮帮子，目光上下扫过我。我能感受到阿兰的目光在我胸前流连了一会儿。我咳嗽一声，挺直了腰板。喂，二牛！视线里多了一双鞋，我抬头看见了村里臭名昭著的金牙，他歪嘴啃了一口西瓜，喊着我的名字，但贪婪黏腻的目光仅仅落在玉文兰身上。上次听说金牙的消息，还是他强闯孤女的屋子，被几位村民抓了送了进去。我欲起身，手背却被玉文林按住了。吃完，金牙自讨没趣，走到了一旁，可他的视线一直紧跟着阿兰。我握紧了拳头，下了地，等阿兰的身影消失在尽头，金牙抬脚就要跟上去。你还有钱镶第二颗金牙吗？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。我记不清自己有多久没跟人动手了。不该碰的人，你连看都不能多看一眼，听懂了吗？懂了。这下糟了，我有点慌了。这下地也不下了，金牙也顾不上了，亦步亦趋地跟在阿兰身后，很是忐忑。弹幕全是在骂我的。暴力文盲来了！之前谁说想要文兰和他在一起的？两人完全不配，好吧？玉文兰能看得上他就怪了。别忘了主角公追了他多久，玉文兰都没松口呢。等这次主角公赶来这里救他，玉文兰才会对他心动。如今我也能看懂弹幕了，不认识的几个字结合一下前后的意思，也能明白个七七八八。我缓缓低下了头，像是在等阿兰的审判。刚才打人的那股劲儿呢？我张了张嘴，一句话都没说上来，猛地上前抱紧了玉文兰。阿兰，不要讨厌我。不讨厌你，所以能让我咬一口吗？我想阿兰对我还是有点满意的吧，哪怕是满意我的身材。我边冲着澡边哼着小曲，全然没注意弹幕竟变了天。哇，终于等到主角公出场了！玉文兰继续在这里待下去，我都以为他要喜欢上炮灰了，要回京市了。接下来就是大战真少爷了，期待阿兰的反击。我穿上衣服出去，院子里多了一群黑西装男子。阿兰，其中一个正坐在阿兰身旁给他剥橘子。听见我的声音，两人同时回过了头。你好，我是宋朝文。宋朝文，这个名字我看到过，在阿兰的手机里，那群人喊他宋少。在弹幕里，弹幕说他是主角公，是将来会和我老婆在一起的人。我看着他坐过的那把椅子，是我的。江鹤池，谢谢你这段时间照顾阿兰。如果你有什么想要的，可以告诉我，
我都能满足，就当是给你的。嘿嘿，妻管严来的这个宋朝文。两人之前虽然不是情侣，但从小一起长大。玉文兰一个眼神，宋朝文就知道要做什么了。嘿嘿，我是大馋鬼，什么时候在炮灰的屋子里酱酱酿酿干柴烈火啊？能看懂弹幕的那天起，我就知道阿兰总是要回去的，她还有好多事需要解决，不能和我一直待在这里。但是我贪心，总想要这天来的晚一点，再晚一点。明天走吗？那我给你收拾东西。什么都不用带，现在就走。是啊，京市什么没有。我才感觉自己跟阿兰亲近了一点，就要说分别了。阿兰，那你在这里开心吗？开心，你在我身边，我很开心。阿兰，那你在这里开心吗？开心，你在我身边，我很开心。阿兰说还想吃我做的排骨，我出门去买了。等回来时，家里空无一人，好似他们从没来过。桌上压着张字条，还有一张黑卡，大意就是卡里存了钱，我可以随便花，具体怎么用已经发到我手机上了。如果我有事，可以随时联系他。弹幕都在庆祝。我环顾了一圈屋内，阿兰走得干干净净，她带来的那个小包，还有几件我给她买的衣服全带走了。衣服其实不用带，回去后你就先住我那儿，都按你的尺码买好了，穿习惯了。他拉开包链，原本想掏出手机看看消息，一打开却碰到了某样厚厚的东西。那是一个红包，里面整整齐齐地塞进了我所有的存款，17313块。他这是啥东西？阿兰不仅给我留下了黑卡，他还叫了装修队，把我的小屋装修成了洋房，村里人都稀罕的不行。装修完那天，我原本是想拍张照片发给阿兰的，想了想，还是没发。我能从眼前的弹幕得知阿兰的近况，他回京的消息传开后，他那位弟弟慌得不行，两人剑拔弩张。在这种关键的时候，我不应该打扰他。想阿兰的时候，我就多读书，每天早起看新闻，努力多学一些什么。直到半个月后的某一天，我从弹幕中知道阿兰出事了。救命啊！宋朝文去哪儿了？玉文兰出事了！玉文兰的助理竟然是甄少爷的人，这藏的也太深了。现在公司出了那么大的纰漏，甄少爷肯定会想办法把玉文兰彻底赶出去的。乱成一锅粥了都，这可是玉文兰几年的心血。阿兰出事了。给阿兰发了第一条消息，没有回复。这时候也顾不上那么多，我快速收拾了自己的行李，匆匆出门。二牛，你着急忙慌的，这是做什么事儿？去找老婆。我所在的小村子离京市太远了，我不知道转了多少班车，还学着给自己买了第一张高铁票。路上碰到了不怀好意的人，想把我拐去矿场做苦力，被我反手送了进去。我这些时间，等赶到京市时，已经过去了1周。中途我收到了阿兰的回复，很短的2个字：我知道他忙，没去打扰他。从弹幕中挑挑拣拣，能得知些阿兰的情况。弹幕说玉文兰果然有后手，他开始反击了。甄少爷被打得猝不及防，节节溃败。我替他高兴。我低头看了眼自己开了胶家的鞋，还有身上脏了的衣服。不能这样去见阿兰。我找了个商场，准备买套新的。